大家好，我是小夏。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一下美国的养老金，也就是你交的那些 Social Security Tax， 等你退休的时候呢，能从美国政府领到的钱。一呢，是我想详细说一下，作为个人啊，你要领这个养老金都有什么规定，要满足什么要求。二呢，是我想带大家手把手去 SSA 的这个网上注册一下养老金的账户。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搞不明白怎么算、什么要求，你就去开通一个账户，然后每年查一查就知道了。因为反正你是算不过政府的。那其实之前我不是做了一期就是关于美国大概能领多少养老金的视频嘛？当时呢就有一些人留言说我讲的不全啊什么的，我觉得也挺无语的。因为难道一期就是10分钟的视频，你就想让我把一整个美国养老金体系的方方面面讲明白吗？就是做个视频也挺辛苦的，咱们大家互相体谅一下。行，那就先说一下想要领养老金的基本要求吧。就是呢，你要交这个 Social Security Tax 社会安全税，交够10年。这是怎么算的呢？因为这个美国的社会安全局有一个积分制，就是你一共要累积够40分，一个季度呢是1分，一年最多就相当于4分嘛，所以至少是要工作10年以后才能有资格领取的。这个10年不是必须连续的，就是说你一共达到了40积分就可以。所以有些人会问说如果我没有一直待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我回国了之类的，这个税是不是就白交了？那如果你的积分够了，也就是说你的 Social Security Tax 交够了10年，你到了退休年龄，就算人不在美国，你也可以领。这个和绿卡不绿卡的也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一直有一个美国的银行账户，到了年龄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直接在网上申请，那社保局呢就会打钱到你的账户里。如果你那个时候没有美元账户了，手续呢会稍微复杂一些，但是呢还是可以领到钱的。那相反的，如果你没有交够10年，你即使到了年龄，你就是领不到这个养老金的。那有的人就可能会说那可以在美国躺平了领低保啊。对，但是低保是另外一回事儿，而且领低保的前提呢，还得是你有居民的身份，也就是公民或者绿卡。所以今天呢，咱们就不说这个了。那还有另外要注意一点的是呢，就是一般留学生刚毕业的时候，如果拿的是 OPT 工作，就是只要在你没有换成 H1B 工作签证之前，你是不用交 Social Security Tax 和 Medicare Tax 的。所以那样呢，就是你虽然感觉到好像拿到手里的这个钱会更多，但同样那些工作记录是不会累积到你养老金的积分的。这个呢，我后面给大家看一眼我的账户就知道了。OK， 那刚才说的呢是一个人单身的积分情况啊。那如果是结婚的夫妻呢，就算是其中一个人没有工作，只要另一方工作够了10年，满足了这个养老金的条件，等退休年龄到了，没有工作的配偶呢也可以领取养老金，最高呢是工作一方养老金的50%，而且呢就算之前离婚了也一样可以领到。咱们具体呢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首先先说，这里绝对没有任何的偏见，但咱们就假如说吧，就是一个女生她一直当家庭主妇，没有工作，但是男生一直工作，那等到了领退休金的时候呢，两个人还一直恩爱的在一起。那假设男生一个月能领2000美元的退休金，女生呢就可以自动领到1000美元。并不是说从男生那里分出来1000，而是政府呢会自动给工作一方的配偶发的这个福利。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呢，两个人一起就可以领到3000块钱。那假如说这个男生不幸提前离世了，那这个女生呢作为寡妇还是可以领取到这笔钱的。而且呢，要具体根据两个人有没有孩子，孩子到没到18岁，有没有结婚，都还会有一些具体的福利。那假如说在退休之前两个人离婚了，但是呢，只要两个人结婚的时间已经达到了10年或以上，那只要女生没有再婚，也可以领，就是也可以到了退休年龄的时候呢，领到这1000美元。而且呢，也不管就是他的前夫，就是这个男生同意不同意啊，也不管那个男生有没有再婚啊，也不管那个男的是不是活着，这个福利呢都是会自动发放给前配偶的。那这里说的领一半的条件是达到退休年龄开始领取啊，就是我之前的视频也说了，1962年以后出生的人，退休年龄呢是67岁。如果你在67岁之前开始领，那领到的钱呢就肯定会打点折扣。那没工作的配偶呢，最高只能拿到35%，就是1/3多一点吧。
具体到底能拿到多少养老金，还会有一些更细节的条条框框。比如说，假如这个女生离婚了，或者是怎么样了以后，她后来孩子大了一点，就自己在退休年龄之前呢，又出去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收入不高或者时间不长，那到时候呢，社保局也会有一些具体的计算方式，根据不同年龄，可能最后拿到的这个配偶福利呢，会比一半或者35%要少一些。所以接下来呢，我就要手把手的带大家去注册一下这个养老金的账户啊。学会了以后呢，就我建议大家都去注册上。还是那句话，反正你自己就算算不明白呢，政府肯定能帮你算明白。你就看看自己的账户里面怎么显示的就行了。那如果对这个话题本身比较明白的朋友呢，还可以利用网站上提供的这个计算器，提前计算一下自己的退休金，或者还需要工作多少年之类的。那这个就是 Social Security， 也就是 SSA 的官方网站了。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 ssa.gov， 在这个里面呢，点 Retirement， 在这个下面大家能够发现很多的就是信息吧，它可以有很多关于退休金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就有介绍，然后还有如果你到了年龄的话，你可以在网站上直接申请。其实像我们视频里面讲的这些呢，全部都是来自于这个官方网站的。那再往下看到这个呢 ，Create your own My Social Security Account Today，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就是如何建立你自己的社会安全账户。这个呢，就是一旦注册了以后，你就可以看到你过往的，比如交税记录啊、收入记录啊，以及你现在离能拿退休金的这个积分还差多远。那咱们点一下。然后大家也可以记住这个网址，就是 ssa.gov， 然后一个斜杠 my account。然后如果你没有呢，那你就肯定选 create an account。这个就是进来以后的页面了。这里呢可以看到说你需要什么才能建立一个新的账户呢？你需要邮箱，然后你需要你的社会安全号码，就是 SSN 号，然后你需要一个你美国的注册地址，而且你现在呢必须要满18岁。咱们现在就来建立一个账户，然后这里呢就是填入你的姓名啊，然后你的社会安全号啊、出生日期、地址之类的，就是按照这个填。那等建立好这个账户以后呢，大家下次再进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进入自己的账户了。那现在呢，我就来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注册完了以后再重新登录了你自己的账户以后，你能看到什么信息？那这里面呢，我自己的姓名和收入什么的，我肯定就隐藏一下啊。然后这个呢是一个你的社会安全福利的一个就是 statement 吧，怎么说呢，账户说明一样吧，就它其实是每年都会发给你的，在你62岁之前呢，每年都会收到一个电子版的。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这一块了，就是他说你 eligibility， 就是我们说的你现在是否满足领取退休金的这个要求。那我是不满足的，就是说按照积分制来讲的话呢，我现在只有20个积分，就是按照10年的这个工作经历要求呢，我现在的记录上只显示呢是相当于一半，就是5年。这个呢就是因为我说像我中间有一些，比如说用学生签证以后，然后转回到开始工作的时候呢，用 OPT 什么的，它 OPT 的那个时间段呢，全部都是不会计入在这个里面的。所以虽然我实际上工作的年限比5年要长，但是我交税的这个记录呢，其实只有5年。现在呢，咱们下拉这个页面。还能够看到这里有一个叫 Review Your Full Earning Record Now， 就这个点进去呢，你就能够看到说这个社会安全局是怎么记录你的这个多少积分的，就是它比如它记录了你有多少的积分，然后每一年都交了多少税，是按多少，每一年是按多少收入来交税的。这个数据呢和在 IRS 就是你每年报税的那个记录呢应该是一致的。然后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底下还会有一些更多的解释。那再往下这个呢就是 Plan for Retirement， 根据我的出生年龄，他就告诉我说 OK， 正常退休年龄是67岁但是你最早呢可以在62岁开始领。
然后现在呢，我还没有任何的这个养老金的福利，可以理解，因为我上面的积分还没有到。但是这里呢，就是我说的，就是如果有一些人他没有工作，但是他的另外一半一直有工作的话呢，你在这里，就哪怕是说你的前夫前妻有工作吧，你在这里都可以查到说你作为这个配偶有什么样的权利，有什么样的福利，这个里面呢都可以告诉你的。只要在这里面你可以输入一些信息，然后它就可以给你算出来。所以这个呢，就是如果你注册完了账户以后呢，它就能够看到所有的这些信息。好的，那这就是今天全部的视频内容了。我还是建议大家多去官网看一下这个各种资料啊，因为社会安全局的这些介绍呢，其实都有中文版的。我可以放几个链接在视频的下方。那国内的平台不让放链接啊，只能在 YouTube 上面。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呢，就请素质3连一下，点赞、留言、转发都可以哈。那还没有关注小夏和老麦的频道的朋友呢，就快点关注、订阅我们的频道吧。那 YouTube 的朋友们记得打开小铃铛，那样的话呢，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啦。那咱们下期再见，拜拜。